甄子丹、梁家辉、谢霆锋、黎明、胡军、任达华、张学友、王学圻、曾志伟，再加上某凉凉出演女配角，演员阵容堪称九帝一后。这部群星荟萃的电影，不出意外也算是一部献礼片。上映于2009年，建国60周年，但它却是一部难得一见的主旋律佳片。大家好，我是岳哥，今天我们讲《十月围城》。故事发生在晚清末期，1900年，八国联军用大炮轰开了国门，清政府无力抵抗，任由列强瓜分中国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一大批爱国人士发起了义和团运动，对抗八国联军。可清政府为了巴结外敌，竟反过来对付自己人，这使得一大波进步人士想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欲要驱除鞑虏，先灭封建王朝。当时的香港由于被英国殖民统治，造就了其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，也因此成了反清流亡者的避难所，策划革命的发源地。1901年1月10日，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在宣传民主思想时遭到了清政府的暗杀，这是香港首宗政治暗杀事件。由此为开端，针对民主革命者的暗杀层出不穷。一时间，香港阴云密布，革命者提心吊胆。即便如此，1906年10月11日，一位伟人还是决定从东京乘船出发，冒险踏上这片风雨莫测之地。他便是同盟会总理孙文、孙中山，目的只有一个：改变中国。慈禧获悉后，特命严孝国前去诛杀孙文。这严孝国武功盖世，却眉毛稀少，长得十分骇人，活脱脱一尊阎王像。许多革命先驱都死在了他手上。严孝国一过海关，便收买了一个香港警司的小当差，此人名叫沈重阳，是个烂赌鬼，输急了老婆都卖。严孝国让熟悉地形的沈重阳跟踪一个人，陈少白，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，也是孙文的把兄弟。此番孙文来港，定是陈少白安排示意。沈重阳跟随陈少白来到了香港富商李玉堂的府邸。今日李府大摆宴席，盛友如云，还开仓放米周济穷人。是因李玉堂17岁的独子李崇光考上了美丽国大耶鲁大学。李玉堂又喜又忧，喜的是儿子前途无限，忧的是儿子恐误学进步思想，跟着那些留洋派闹民主革命。李玉堂日防夜防，心中总是不得安宁。当然，这都是他自己种的孽根，只因他的至交好友是陈少白，儿子的西学启蒙老师就是他。陈少白一逮着李玉堂，就开始大谈革命，分享孙文要来港的消息。这次孙先生是要跟同盟会13省的代表会面，筹划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年的起义。革命之火必将成燎原之势，整个中国都会地动山摇，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要来啦！这么伟大的行动，发源地就在我们这里，而你就是其中一份子啊！陈少白说的慷慨激昂，但李玉堂却早已看穿了所有，冷冷2个字结束了谈话。多少？3000港元。此时，赌鬼沈重阳正在执行监视，他的到来却让李玉堂的四姨太闻到了气味。二人只是对视一眼，沈重阳便慌神逃窜，翻窗摔了个狗啃屎。沈重阳之所以如此紧张，是因为他那赌梅的老婆就是李玉堂如今的四姨太。陈少白离开李府之后，便来到了高升戏院求助班主方天，希望他4天之后能保护来港的孙先生。这方班主原是驻守天津的将领，因带兵抗征八国联军，被清廷革职通缉，落了个叛军的骂名，这才率领残部躲在了香港。如今只有推翻清廷，他们才能翻案回乡。所以方班主义不容辞，就是把命拼了也会护全孙先生。只是这段密谈转头就被沈重阳透露给了严孝国，阎王也召集敢死队来了个誓师大会。军人当死于边野，何须马革裹尸？兄弟们，干了这杯酒，诛杀孙贼，报效朝廷！报效朝廷！孙中山到港前4天，暴风雨即将来临。李玉堂坐着仆人阿四拉的黄包车，穿过繁华的皇后大道。这阿四比儿子崇光小1岁，是李玉堂从小养大的，为人老实听话。自己那宝贝的老来子舍不得打，棍棒都招呼到了阿四身上，打是疼，骂是爱，因此2人也亲如爷俩。阿四每次经过照相馆都会轻轻叩铃，他喜欢的姑娘听闻后回之一笑，阿四便乐开了花。
路过大烟馆时，主仆不约而同做出反应。李玉堂递出一块大洋，阿四负手接过，赠给街边一个叫做刘公子的乞丐，供他入大烟馆消费。主仆动作娴熟无比，说明这套流程已持续多年。这刘公子本名刘玉排，富商家庭出身，17岁便做了武状元，才貌无双。只是造化弄人，他竟爱上了父亲的女人，活活把老头气死。女人也怀旧难堪，自我了断。从此，刘公子便染上大烟，败光了家产，浑横度日。李玉堂正是在那时低价收购了刘公子的资产，才成了如今的一代富商。李玉堂总觉得自己是趁人之危，每每遇到刘公子，便会奉上一块大洋。快到辅仁文社时，前方一片嘈杂拦住了去路，原来是进步青年正在游行示威，为同盟会宣传募捐。李玉堂定睛一看，自己的宝贝儿子也在此列，大喊着支持孙先生。李玉堂血压飙升，拽上儿子就要回家，没想到这逆子丝毫不怵他。我不做瓦罐头，还反了你了！李玉堂怒抽拐杖，又敲在了阿四的头上。李玉堂被气得不轻，立马就找到陈少白兴师问罪。这些年来，我慷慨解囊，资助同盟会。陈少白，你个没良心的玩意儿，竟然还要拖我儿子下水！我40岁才有了这么个儿子，老李有爱国之心，但却没有革命之魄。不过最佳损友陈少白就是薅定他这个大户啦。你是革命党，从你为革命赚出第一分钱的那天起，你就已经是革命党。让我教穷光西学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投资革命也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从来没人逼你。你认为是对的事情，你儿子为什么不能做？我这把年纪了，是不是革命党我不在乎，但是我儿子绝对不能是。李玉堂深知，一旦闹上革命，就跟断子绝孙画上了约等号。这次孙文来港，清廷不知派了多少杀手。信息之后的陈少白察觉到了不对，他忙去高升戏院通知方班主，怎奈清廷杀手已经攻来，人手一袋硫酸泼下，戏班便已重伤大半。杀手们更有歹毒暗器，一经祭出，防不胜防。方班主见势不妙，便让女儿方红护着陈少白逃命。方红不愿苟逃，硬要赔付恶战。方班主没办法，只好打晕女儿，将其溺于戏牌之下。而方班主由于寡不敌众，很快就交代了。待方红醒来时，戏班除了他已经惨遭团灭。不过他在父亲的手里发现了一只被紧紧攥住的断子。方红将这杀父之仇痕记于心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李玉堂也赶到了现场。他没有找到陈少白的尸首，只发现了一支钢笔，那是孙文赠予陈少白之物。如此看来，恐怕他也是凶多吉少。陈少白的确是被阎王抓了，但却未遭毒手。因为严孝国曾是他的学生，4代为官，享受皇恩，饱读诗书，还钻研过西学，授业恩师就是陈少白。所以恪守3纲5常的严孝国是不会杀陈少白的，但要将其暂时囚禁。严孝国并不承认自己是唯命是从的朝廷鹰犬，他没有白念书，认为这些年来西学东渐，洋鬼子带给国家的只有连年战乱，民不聊生。所以聪明如他，知错就改，谁在学西我就杀谁，为国家及时止损，还是皇权最靠谱。这一套东东把陈少白听得脑子嗡嗡的，又给他复习了一遍天赋人权、生而平等、建立民国、平均地权等民主思想，然而却是鸡同鸭讲，不听我不听。陈少白被暂时关在了小黑屋，其实他早就做好了随时会遭遇不测的准备，特意在报社的办公室给李玉堂留了一封信。陈少白对自己把崇光拖下水表达了陈深的歉意，如若自己遭遇不测，还望玉堂五兄必替吾完成使命。中国之希望就在孙先生，中国只有一个孙先生。李玉堂独霸此信，已将陈少白那些损友行为忘得一干二净，也决定替他完成一命。只是隔天一早，报社便遭到了警察司的查封，罪名是中国报社宣传孙文来港的消息，煽动民众不良情绪。说来，这警察司的华人总探长史密夫也算是李玉堂的座上宾友。所以查封事小，史密夫是想借此提醒李玉堂，这次清政府会不惜代价诛杀孙文，英国人只会坐山观内斗。他劝李玉堂不要管这桩破事。你可别忘了，你是生意人呢。你也别忘了，你是中国人。红啊！
但李玉堂却硬是管定了，因自交的一命，因儿子的目光，因一大帮头破血流还要革命的铮铮青年，要管的理由多到数不清，而不管的理由唯恐惹火上身。眼下同盟会无人主事，李玉堂当仁不让，把自己推到了话事位，用陈少白天天唠叨的那些话又唠叨给进步青年们。孙先生这次来，就是把全国几十股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，策划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年起义。到那时，革命之火就会成燎原之势，整个中国都会地动山摇，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要到了。这么伟大的行动，发源地就在我们这儿。我们报社，我们都是其中一份子。请大家相信，我李玉堂一定会领着你们保护好孙先生。李玉堂深知此次任务极其凶险，需要多名武功高强之人护卫，方有几分胜算。李玉堂开始摇人，他认识的头号高手非晚清第一深情刘公子莫属。李玉堂付出的筹码是为刘公子赎回了一把乌金铁扇，这乃是刘家的传家之宝。刘公子一看到这把兵器，眼眸里就流出了光彩。旧日风华，历历有新，连保护的人是谁都没问，他便答应了李玉堂的请求。第二位高手是阿四在街头认识的一位巨汉，少林寺退役武僧，如今以卖臭豆腐为生。巨汉曾在李府领过免费粮，也见识过李玉堂怒斥假洋鬼子史密夫的风采，因此对这位李老板甚是敬佩。李玉堂邀请他的理由是去打坏人，巨汉爽快地答应了。第三位高手竟是主动找上门的方班主的女儿方红，他们戏院几十口子都是被陈少白坑死的，而这陈少白又和李玉堂共穿半条裤子，所以无钱下葬父亲的方红只能来找李玉堂要钱，以及他要加入计划，完成父亲的遗愿。虽然他根本不知道父亲要干嘛，但任凭李玉堂差遣就是了。满打满算，意料之外，才凑了这么3个高手。但接下来李玉堂是真摇不出来了。见老板愁眉苦脸，阿四想为他分忧，便自告奋勇，能不能算他一个？自己从小打架不怕危险，参与无数混战，至今还没被打死。李玉堂想着实在也是无人可用，只能降低标准，那就勉强算你一个吧。这时阿四还提出了一个请求，他喜欢大有照相馆的阿纯姑娘已经3年了，希望过几天老板忙完事情能帮他去提个亲。这 flag 一立，李玉堂立马让阿四掉头，咱们现在就去提亲。阿四激动坏了，老板万岁！老板万岁！老板万岁！照相馆老板一时还不太愿意，毕竟阿四只是个拉车的。但李玉堂却说了，阿四是我干儿子，阿纯姑娘嫁过来，我当女儿养。原来还能傍上李家这棵大树，老板没有理由不同意。但当阿纯姑娘起身添茶时，李玉堂惊呆了，竟然是个3寸金莲。他本以为阿四只是喜欢，没想到却是真爱。李玉堂便特意要求大家照个全家福，以防阿纯姑娘以后当了寡妇，总得留个念想。李玉堂胸中藏满愧疚，他亲自下厨为众人做了一顿好饭菜。这帮人除了刘公子甘愿赴死，其他人都是被他忽悠来的，都不知道孙中山是谁，民主是个什么东西，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死。但现实却是非如此不可。李玉堂自己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他唯一要保住的只有李家的血脉，所以李玉堂语重心长地跟儿子商量：崇光这2天外头不太平，就别出门了，好吗？光是看这几日父亲的壮举，崇光也是心服口服，他唯命是从地答应了父亲。李玉堂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不过就眼下这阵容，完成任务还是有点悬。关键时刻，假洋鬼子史密夫雪中送炭，派人送来了一支手枪。李玉堂谨慎打量这保命的家伙，却被细心的四姨太瞧见了。这些年来，李玉堂待他不薄，四姨太不想李玉堂出事，便找到了前夫沈重阳，求他保李玉堂一命。四姨太很清楚沈重阳武艺不熟，但沈重阳怎么可能救秦迪呢？巴不得他挂了，自己再接盘呢。当然，如果价钱到位，也可以商量，毕竟他是一条烂赌狗。四姨太便给出了一块无价的筹码，砸得沈重阳头晕目眩。
他还有个女儿，是李玉堂帮他养了这么多年。当初四姨太因为怀了身孕，实在是没有办法，要找个能负责的男人，才甩了他这烂赌鬼，跟了李玉堂。只要沈重阳愿意保李玉堂一命，等女儿长大后，四姨太便会告诉女儿，她的父亲叫沈重阳，是个好人。浑浑噩噩、孤苦多年的沈重阳，一见到官之可爱的亲生骨肉，便无条件答应了所有。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高于他生命的口子，来突破自己极尽堕落的人生。如此算来，也算集齐了5大高手。明天孙先生就要到港了，具体的路线计划是9点从码头登陆，前往辅仁文社，然后转到孙宅看望老母，最后抵达中国日报社，一共途经3个地点。最开始在码头登陆不必担心，因为洋人众多，清廷的人不敢动手。李玉堂给大家分发了平安符，唯愿但行道义，上苍开眼护佑。行动前夕，陈少白竟拼死逃了回来。只因计划中还有一记关键的步骤未曾布置，那便是以假乱真。他们还得给孙文找个替身，等孙文从码头登陆，抵达辅仁文社后，真孙文直接进入地下室，跟13省代表筹划起义大义，而假孙文替他转而前往孙宅看望孙母，就是当诱饵吸引清廷的全部火力。所以这假孙文想留个全尸都很难，听着就残忍。良心已被过度透支的李玉堂坚决反对替身计划，但陈少白却说，革命就是要流血，就是要玩命，就是要牺牲的。他自己也做好了明天要牺牲的准备。革命就是用我们这一代的牺牲来换取崇光他们那一代的幸福。够了。李玉堂又只能选择了妥协，他把那支手枪送给了陈少白，但选人的事儿不要找他，陈少白自己来办。最公平的办法当然是抽签，谁抽到签，明天就扮演孙先生。就算头被砍了，也要坚持1小时不掉，为孙先生争取足够的会议时间，为4万万同胞争取足够的希望。而中签的天选之人就是万万不敢想的李崇光。陈少白第一个跳起来玩特权，闹着要重选。李崇光要是死了，他欠李玉堂的情10辈子也还不清。但一腔热血的李崇光却不乐意。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人人平等吗？我不能死，他们能吗？如果因为我是李玉堂的儿子，你要重新抽签，那你自己跟他们说，你告诉他们。崇光，我过不了自己。10月15号上午9点，从东京来的船只准时到港。孙文在众目睽睽下坦然登陆天星码头，接受民众的礼遇欢迎。之所以没有选择相对安全的秘密会议，就是为了昭告国人，革命之火势不可挡。孙先生团队首先坐上了由阿斯领衔的钻石车夫团，全程人力代步，100公里消耗10个馒头。进入了烦恼的皇后大道，人员愈加复杂难料，行至进退两难的道路中央，千百剑术顺如雨下。幸亏巨汉首当其冲，仗着身高优势，接连吃瓜暴扣。身姿灵巧的方红上高位抓单，暗中还有个赌鬼沈重阳及时补刀。清廷杀手眼见巨汉如此勇武，派出了一支短刀队围杀，巨汉惨遭千刀万剐。孙先生安然无恙走过一劫，但却遇到了一支武士队拦住去路。毫无意外，又是乔装的清廷杀手。眼下只剩方红一位输出开路，伤害面积十分有限。且当他发现了一个断指杀手后，什么孙先生护卫队全被抛在了脑后，一心只想报杀父之仇。可尾后的杀手正在赶来，就在阿四一众只会挨打的小兵束手无策时，巨汉阵地而来。他还没死，宛若一尊以血沐身的罗汉。为了帮车队摆脱清廷杀手，巨汉杀身成仁，生生掰断了竹篓，与杀手们同归于尽。巨汉大号王富民，河南郑州人，到死都不明白革命为何物，只知要除恶扬善的少林和尚。惊险过后，车队终于抵达了辅仁文社，但孙先生一下车就差点被拘了。幸亏有沈重阳四处游走打野，干掉了高位的狙击手，孙先生才得以平安下入密室，顺利与13省代表会面。而李崇光也早已在此等候多时。当阿四发现少爷居然就是今天的替身后，他当即下跪恳求少爷回心转意。
但他又怎能拗过一位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呢？是走啊，走啊！少爷。李崇光记得阿四曾说，每天闭上眼就会看到阿纯，而他闭上眼看到的全是中国的明天。李崇光毅然踏上了赴死之路，前往下一站孙母家，而他的老父亲还被蒙在鼓里。他故意将怀表调慢了2个小时。当老父亲起床时，他已经坐上了不能停下的催命车。另一边，方红正在穷追杀父仇人，但对方似乎无心恋战，因为他们在前往孙宅的必经之路上设下了火药库，只要伺机引爆，必定诛杀孙贼。方红发现对方的意图后，穷尽气力尝试阻止，但奈何双拳难敌失手。眼见车队将至，他只能锁住出口，与杀手玉石俱焚。爹，雷毅不好！方红，天津人士，终年16岁，报了父仇，逆了父愿。此时，李玉堂终于赶到了。假洋鬼子史密夫也现身说法，一开口就要抓走李玉堂，声称爆炸和他脱不了干系。不过名为问罪，实则是护送。史密夫还是有点良心的，但他也送不了多远，因为英国佬已经下令，再过5分钟，香港警察就会集体装死。他们要静静地看着中国人自己斗个两败俱伤。车队转入小巷，与史密夫分道而行后，数十身百的清军杀手缓缓围猎而来。李崇光现阶段的任务是必须要进入孙宅，为会议继续争取时间，熬够15分钟。可眼下这形势，能不能活过10秒都是问题。就在众人绝望之际，孙宅门前一尊如数身形扎于桥阶之上，竟是刘公子师爷。他身着黑袍，一把乌金铁扇负于身后，远看文雅书生，近观武器如虹。不愧是武状元，依稀还能窥见当年公子无双之风采。清军杀手齐身毕翼，绕军而行。刘公子犹若蛟龙，快如疾风，随上随倒。他未动杀心，只为击退。见此情形，清军杀手反倒有恃无恐起来，纷纷祭出勾选暗器。架不住人多势众，刘公子惨遭穿腹刺骨。躲于孙宅内的众人听着刘公子的痛嚎，无不撕心切齿。还是孙母几句问话，为众人转移了心神。多大了？父母身体还好？17，父亲快60，母亲过世了。孙母听罢，喉头微微抽缩。我替我儿子谢谢你，也谢谢你父亲。此时桥阶之上，刘公子竟已深深耗败了100人，而那铁扇依然未开。他人滴血未见，自己却已血流成河。阎王终于现身，见刘公子已无力拦他，阎孝国并未取其性命。他怀璧低首，以示对刘公子的敬重。但刘公子微手一诺，厉声不让。铁扇开，削发如泥。阎王怒气叠满，深深活刮了刘公子。刘公子燃尽残身，望着不远处，一人牵引，悠悠独立。刘公子刘玉白，江苏扬州人，福年35岁。15分钟终于熬够了，众人继续出发，只剩下最后一段路。陈少白把手枪转交给了崇光，而此时的李玉堂终于发现，那替身竟是自己的儿子。他痴痴去追，却被命运狠狠绊了一脚。而赌鬼沈重阳由于当了反骨仔，被阎王派出高手打得前妻都认不出。不过他还是坚持不死，因为他要保李玉堂一命。沈重阳远远瞧见阎王踏马而来，只好跟李玉堂交代了遗言，把这只布娃娃交给我女儿。话毕，沈重阳便推走了李玉堂。望着奔来的阎王，他丝毫不惧，猛然以身换马，五脏俱裂，足以闹事。阎孝国不得其解，这家伙不是很爱钱吗？愣了半晌后，才朝前追去，很快便逼停了车队。高手全死光了，剩下的都是书生车夫，能扛住阎王一拳的都没有。陈少白只能临危复命，忍着重伤未愈之躯，充当黄包车夫，硬拉奔逃。阎孝国正欲快步追击，阿四却爬了起来，像一只蚂蟥般紧紧咬住他，无论怎么拳打脚踢，都无法使其松开。阎孝国被耗光了耐心，找死！阿四本名邓世弟，广东香山人，终年18岁，到死都不知道革命2字怎么写。
他献出生命的缘由是少爷平安，老爷高兴。而重伤的陈少白拉着黄包车，自然无法摆脱严孝国。惊恐之余，陈少白看了一眼怀表，会议时间结束，孙文已经离港。他赶紧向严孝国说明，车内只是替身，可一个不慎，黄包车跌下台阶。李崇光本来握枪待战，可在颠簸中却失手滑落了最后的救命符。黄包车每颠一阶，都像极了死神的脚步声。李崇光猛烈颤抖，汗如雨下。陈少白拼命解释，孙文已经离开了，但严孝国毫不理会，大步流星越他而去。于严孝国而言，车内是不是孙文已不重要。严孝国连看都没看，对着黄包车就是一顿大力输出。陈少白捡起地上的手枪，连开数发，才制住了他，只是为时已晚。学生，已报官。狱中楷模严孝国死得其所，死的2人都是陈少白的学生，他们全都忠心不二，一个为了人民，一个为了国家。望着踉跄奔来的李玉堂，陈少白羞愧难当。老来送少壮，李玉堂没有撕心裂肺，只是干嚎出了一股无力之感。此时的孙文已经登上了离去的轮船，他的眼角盛满热泪。在这场革命会议临近之时，孙先生做了这样一番结语：10年以前，瞿仁兄跟我再次讨论何为革命。当时我说，革命就是为了4万万同胞人人有恒业，不提饥，不好寒。10年过去了，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。我从他乡漂泊重临，革命2字于我而言，不可同日而语。今天再道何为革命，我会说，欲求文明之幸福，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，这痛苦就叫做革命。孙文，拜谢。10月围城是陈德生执导2009年上映的作品，影片投资1.5亿，史上首次在上海以1比1复刻了1905年的香港中环。与很多主旋律影片不同的是，这部影片着重刻画的是被裹挟进革命浪潮里的小人物，而非那些被写进历史的伟大人物。他们甚至不知道孙文是谁，革命为何物。有为报恩的，有为报仇的，有为惩恶的，有为赎罪的。在他们踏上那条不归路时，也曾有过疑问：这么做值得吗？值得吗？没人能回答他们，因为彼时彼境，他们也看不到结果。他们没有崇高的革命理想，有的只是主观的情义恩怨、善恶是非，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地为推动革命献出了生命。你会发现，影片里的小人物都是在为自己在乎的人与事赴汤蹈火、拼死一搏，而这便是他们人生的革命。如果有人要问历史上当了炮灰的小人物为什么要守护一片土地，我想最真实的答案可能是因为这片土地上有我在乎的人。好啦，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话记得关注、点赞加评论。就这样，我们下期见。